巴菲特投资台积电，台积电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星期之内涨了40%。现在我们能跟着巴菲特买吗？我个人是不喜欢盲目的跟一个人去买股票的，特别是巴菲特有可能这一次看错了股票。为了给大家可能找到一个会涨10倍的股票，今天我是做了大量的科研，分享给大家巴菲特买股票的4个准则。我们会用苹果做一个案例，再看一下台积电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是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提升大家的回报。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那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这个频道马上就要过10万个订阅者啦。我答应到了10万个订阅者的时候，会做一些公益课给大家。那大家记得做我首10万个订阅者咯。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巴菲特找股票是用生意人的眼光来寻找一个好的生意，然后还要用一个好的价格来决定是不是买入做股东。怎么能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呢？巴菲特有4个准则，就是要符合少、高、长、多4个准则。少就是要少投入，做生意如果要不断的投入资金去赚一点点的微利的话，那这个生意不是一个好的生意。市面上很多人说巴菲特喜欢投的公司，它的 Capex 资本支出基本上是要到了顶，而且是以后资本支出要大量的降低，不再需要投放资金了。我们看一看苹果它的资本支出。那为什么会看苹果呢？因为今天巴菲特的持股当中有 41.7% 是持有了苹果的股票。我们买 Berkshire Hathaway 其实等于是买苹果加上一点其他的股票。那他老人家这么喜欢苹果，苹果也是他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案例。我们今天就用苹果来做一个研究的对象。刚才我们提到的资本开支，巴菲特是在2016年6月份入股苹果的。我们看到这个苹果资本开支在16年之前是每年在增加，而且是增加很多，到了16年基本上是到顶了。17年有一点点的减少，18年又增长了一点，但是这个之后就连续的几年不断的减少，使到苹果多了很多的钱出来，我们叫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因为巴菲特在买苹果的时候，正好是因为苹果的资本开支到顶之后慢慢的减少，所以有人现在推测台积电它的资本开支也是到顶了，以后会减少。台积电 so far 到现在为止，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断的在增加，而且每年增加的速度还在加快。那是不是这一次又是到顶呢？我个人觉得不能够用苹果的例子来判断台积电未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慢增长的年代，资本开支是到顶了。美国今年的晶片法案鼓励晶片在美国生产，台积电在美国的 Arizona 州未来几年会设厂，所以它基本上资本开支应该不会降低。作为小股民，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在未来的几年再回看今天，才知道今天台积电的资本是不是真的到顶。但我觉得也不重要，因为我觉得巴菲特买一个股票不是因为那个公司的资本开支到了顶，这是外界的误解。而大家如果真的是靠着这个误解去寻找公司的话，那可能会买错股票，买到一些没有成长的或者是缓慢萎缩的公司。我个人觉得资本开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资本开支降低了之后带来的因素才是更加重要的。那第二个巴菲特喜欢买的公司呢，外面很多人觉得
巴菲特第二个选股票的准则是要那个公司有定价的能力。比如说，巴菲特自己也讲过，他买 See's Candy 的时候，觉得这个 See's Candy 每年涨一点价格，每年涨一点价格，他的消费者不会因为加了这些价钱，在情人节就不再买巧克力糖果送给情人了。他觉得是有这个涨价的能力的。那我们来回看一下苹果，它肯定也有溢价能力，它的毛利率是在40几个%。苹果的手机要比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华为、三星等等要贵几倍，消费者是没得选择，所以苹果的毛利也是最高的，而且不光是高，更重要的是能维持在高的这个毛利率。我们看到6年前巴菲特入股的时候，到现在苹果的毛利率还有增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毛利率，那没想到台积电的毛利率要比苹果还要高，达到50多个%。但是我觉得两个公司高的毛利率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在苹果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客户的 switching cost 转换成本很高，也就是说我们一旦用了苹果的产品是转换不了去其他的品牌了。比如说我用了 iPhone 它的 iOS 之后，我每次升级不能换到 Android 的其他的品牌，只能用回 iOS 的苹果的手机。但是我觉得台积电它的客户并没有像我们那么脆弱，它的客户都是苹果啦、NVIDIA 啦这些大公司。如果台积电的价格要比它的竞争对手要高的话，那苹果或者 NVIDIA 或者其他的客户下次就不再用台积电来生产，而用其他的厂商来生产了。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毛利率是来于它的成本控制的要比人家好，台积电的毛利率要比其他的同行要高1倍以上。这正是因为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因素，在半导体的生产里面需要是大量的 CapEx 资本开支投入买设备，另外还要有大量的研发，还要累积经验。那台积电因为是市场的领导者，它的市占率是超过 50%， 达到53个%，它做的晶片比人家多。随着时间的发展，再加上它做的晶片比人家多，它累积的经验要比人家多，所以它做出来的成品良率要比人家高很多。而且半导体它的原材料其实很便宜，成本当中有很多是之前资本开支的折旧 depreciation， 还有研发费用的摊分。所以在这里台积电的生产量是最大的，是它竞争对手的几倍，它达到了规模效应，这是它赚大钱的真正原因。那第三个，巴菲特选择股票的准则就是希望那个公司的产品周期很长，也就是说那个产品不会被淘汰掉。比如说他投了可口可乐，喝了100多年的可口可乐，今天我们的健康意识多了很多，越来越多人不喝可乐了，但是可乐也有其他的饮料产品。他其中一个投资华盛顿邮报，今天我们看报纸这个习惯已经不再有了，这就是一个产品周期的衰落。所以我们投的时候希望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下去的。那回到了苹果，有没有听过我们现在经常感慨乔布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苹果的创新已经不在了。在乔布斯的年代里面有 iPhone、iPad、iTunes，还有好多新的东西出来。乔布斯退下，库克上任之后，苹果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但是大家要看看，在乔布斯年代，巴菲特是没有投入苹果，是到了库克年代之后，巴菲特才是投入了苹果，而且是赚了大钱。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工具叫 BCG Matrix。 那 BCG 呢是美国一家著名的资讯顾问公司，它有一个分析企业的框架，是一个 2x2 Matrix。 在一方面我们看的是市场和那个企业增长的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的是那个公司
在市场里面所占有的市占率。根据这个 BCG Matrix， 市场成长很低，那个企业的市占率又很少的，它是市场里面的 underdog， 失败者、弱者，我们不要它的，把它踢出门的。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要投这些 underdog。那在一个行业起飞的初期，市场的竞争者还没有一个明显的领先者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个 question mark。我们是保留资金，不要很快的去压住，因为我们要等待一个领先者跑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压住的准确度会高很多。那很多人很关注的是明星的企业，明星企业有什么特点呢？是一个起飞的行业，它增长得很快，而这个企业又在市场里面有很大的占有率，这些公司当然是最好的，但有什么不好呢？肯定它的价格也会很贵。那巴菲特喜欢买便宜的股票，这些公司可能会太贵了，所以巴菲特会等到这个市场或者这些企业的增长率放缓了，而这些市占率领先的公司又是稳稳的继续领先，这个就是巴菲特最喜欢的现金牛。Cash cow， 不需要再投入资本开支给这些牛去盖房子，只需要挤牛奶喝牛奶，这是巴菲特最喜欢的企业。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企业进入现金牛的年代里面，这个资本开支就会下来。那资本开支下来，又有稳定的现金流，而这个企业的营运又给它源源不绝的稳定的现金流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苹果过去几年就是这样。所以苹果有了很多的多余的现金流，我们给它个名字叫自由现金流。那自由现金流可以做什么呢？最不好的就留在公司里面贬值。那还好苹果没有做这样事情，苹果把多余的现金流拿来派发股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苹果的股息是每年在增长。那比派发股息更好的是回购股票，因为当一家企业回购股票的时候，这些买盘把股价拖高了。在美国 capital gain 的税收要比 dividend tax 的税收要低，股东宁愿赚股价而不愿意收股息。当企业买回了这些股票之后，直到这些企业的 outstanding shares 流通在外的股数下降，那以后这家公司再赚了钱，要分给股东的份数少了，每一股的收益也会增加，长远来说对股东是非常有利的。那为什么有时候公司是派股息，有时候公司是回购股票呢？因为当这个公司股价很高的时候，起码在公司的管理层来觉得这个股价太高了，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买自己的股票，这个时候他们就用现金的形式派发股息给股东。但是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很低的时候，这个管理层觉得这么便宜，我这些钱还不是自己去买自己的股票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股份回购。所以当公司选择股份回购的时候，也是给市场一个信息，现在管理层觉得这个股价是被低估了，也会吸引其他的投资者去跟着买，对这个股价有非常好的承托的作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在今年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第一次有回购自己的股票。那巴菲特是不是又洞察先机，早人一步，把握好台积电开始回购股票的那一点，开始收集买台积电啊？第四个巴菲特喜欢的公司的特性是，这些公司未来还有没有潜力和空间去衍生他们的产品。比如说可口可乐现在有雪碧、芬达、矿泉水，还有其他的饮料。再回到 Apple， 它除了 iPhone 智能手机之外，还有 AirPod， 还有手表，还有 iCloud 云端，还有 iTunes， 当然还有传统的电脑。未来还会有电动车，未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利用现有的客户是不断的掏钱买越来越多的产品。那我个人是没看到台积电在这一方面还有其他很多的产品。各位观众，如果你想到有的话，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我们集思广益。看完一个好的公司4个特性之外，巴菲特其实买股票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它的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吸引。那其中一个来衡量股票价格贵还是便宜的是用 PE。我们看到巴菲特在2016年开始买苹果的时候，当时苹果的 PE 只在10和15中间，后来苹果的 PE 是涨到了40多，虽然现在苹果的 PE 下来了，也是超过25。从2015年到2020年，苹果的股价是涨了430%，但是它的收入只有增长了17%，它的净利润仅仅是涨了7%，也就是说，苹果股票的增长全是因为它的 PE 的增长，所以巴菲特在苹果股票里面赚了好几倍，不是因为苹果的盈利增长，而是因为他买苹果的时候，苹果是很便宜，它的 PE 很低，之后 PE 涨了很多，才是巴菲特在苹果股票里面赚大钱的真正的原因。那苹果的 PE 为什么会涨了这么多呢？最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整体的美股是上涨了，所以投资者对大部分的股票，包括苹果，是越来越乐观，越来越愿意给一个更高的 PE 去买他们的股票。第二个，刚才有提到过，苹果在这段时间内不断的回购它的股票，这些回购也使到苹果的股价更高，使到它 PE 涨得更多。但是我觉得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因为巴菲特在苹果 PE 很低的时候买入，他在买的时候苹果的股价是过低了，他的 PE 是过低了，而一旦巴菲特买了之后，有了巴菲特效应，大家一看，哇，巴菲特也买苹果啦，谁都去看一看苹果，觉得哇，原来这么便宜啊。这个时候资金投入苹果的股票，使到苹果以前的 discount 消失掉，苹果的 PE 往上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台积电，它的股价和 PE 都是从2021年的11月最高峰的时候下跌了超过1倍，在最低的时候台积电的 PE 只有11。我们今天知道巴菲特买是因为他披露了第3季度持股，我们发现他持有了台积电，他在第4季度有没有继续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我们用他第3个季度来看的话，他可能买入的 PE 在13和17之间，跟当时他入股苹果的时候10和15之间是接近的，类似的。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一下买台积电的风险。第一个，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受景气影响的行业，一旦经济不好，消费会减少，公司的投资会减少，这个对半导体和晶片的需求会大量的降低，而一旦产能过剩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个价格战，使到毛利下降。另外，美国和中国在半导体里面的竞赛和脱钩，使得未来台积电销售给中国客户的那一部分有很大的一个不明朗的因素。当然也真正是因为这些不明朗因素的增加，风险的增加，使到它的股价今年内跌了超过1半。那巴菲特这次又会不会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他贪婪再一次成功的抄底台积电啦？还是巴菲特低估了经济衰退对半导体的影响？最后一个风险就是台海会不会有战争？因为台积电今天的战略意义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市场上有一个恐惧，就是中国大陆会不会攻打台湾来占领台积电，或者台积电会不会被人家破坏？我们看到现在没有一个保险公司愿意接受台积电的投保，这是不是台积电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半导体的这个 SOX 这个指数现在是跌了最低，也就是说市场对整体的半导体是悲观的，可能未来的经济衰退会对半导体整个行业的盈利带来很大的冲击。我感觉巴菲特不是半导体行业的专家，有可能在这里半导体行业里面的集体的智慧要比巴菲特眼光更加好一点。那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现在跟着巴菲特去买是不是个好的机会呢？我们看一下6年前巴菲特开始买入苹果，从
那个时候到现在，就算苹果的股价最近有调整，从当时6年前巴菲特的买入的价格到现在也有6倍的增长，这期间还有收到了股息。那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巴菲特在2008年的9月份是以每一股8块钱的价格买入比亚迪，而比亚迪最终是涨到了333块，不算收到的股息，比亚迪的股票价格最高也增长过40倍，最近有跌下来，巴菲特也在200块左右套现了不少。巴菲特在比亚迪这个股票上赚了超过30倍的回报。虽然现在台积电的股票价格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涨了40%，相对6倍或者是30倍来说，40%还不算很多。我们也可以耐心的等待未来台积电还有没有调整的机会，因为不排除短期内涨了这么多之后，有人会获利离场，股价会有个调整，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了。套用我的选股5部曲的框架，第4步就是用一些技术分析的工具来寻找一个好的买入的时间点，用一个好的价位来买入。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方面，我个人是喜欢超越巴菲特的，不是说我们比巴菲特厉害，但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理应要青出于蓝，做得比他更加好。在我过去30年的投资生涯里面，我是总结了8位股神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股神的选股方法，他会找到一批的好的股票，但是他也会错过另外一批的股票。我是看了不同股神的方法，有了更多的工具，更灵活的应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的股票数量会更多。再加上选股5部曲当中，股神选股的方法是第2和第3步，特别是巴菲特的方法在第3步是很重要的。但是选股5部曲还有第1步的牛熊周期，巴菲特老人家是不看经济和股票周期的。还有第4和第5步用了技术的分析来找一个好的买卖的切入点，巴菲特也是不用技术分析的。我们用了更全面完整的方法，应该投资回报也要更好一点。大家想了解多一些我的选股5部曲这套系统方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所以我个人是希望我的投资回报要比巴菲特更加好，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了今天所说的巴菲特选择股票的方法，在他没有找到这只股票之前，我先看到，我先买入，然后巴菲特买入，有了巴菲特的效应，这只股票的 PE 涨上去，价格涨上去，那我赚的就比巴菲特更加多了。大家回看一下今天所探讨的巴菲特选股的4个方法，你能想到哪些股票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探讨在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和科技带来的趋势里面寻找机会。那看到这里，你给自己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欢迎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